本来这个改革开放确实的话，有的东西不是要提倡的，还会邓小平说让一部分先富，不要说了，人心生下来都是自私的，他都想自己发财，别人困难，是吧？不要说这是本性，但是社会主义它就有这是本性就要扭一下，要变为大公无私啊，过去为什么到处退休啊？其实都是很深层次的，不是人应该是社会生活越好，物质条件越改善，水平提高了，素质应该更高，这才是发展的方向。现在都低了，因为这个东西没有领导带头，整个社会风气也不好。他那当官都在那没夜吃喝玩乐，你老百姓看不惯就发牢骚，他这也自私，你自私我也自私，是吧？这个人就是就是像秦始皇那时候搞国家统一一样的，他是有几个发明的，路通轨，路你跟我那里不通的，你这个城墙跟我那城墙不通的，他的这样全国都要打通，路同轨，一同治，衣服要同样负担，不要奇形怪状，是吧？对吧？车同轨，这个过去的三轮车啊、马车啊，它都要有个路走，叫同轨啊。田同卯，当然有的不叫卯，有的叫用丈量丈的，就不一样，是吧？哪边过去身子这个斗担都是不同的。以后秦始皇的全国统一度量衡，这就是秦始皇的发明。其他发明他也是抱着呢，他不亲自烧头的，他是这样的。他分书坑儒啊，他不是分书坑儒啊，很多书不按他的规定就烧掉，是吧？有的像毛主席，他过去毛泽东时代，他讲话都是知乎者的文言文，他以后他是提倡白话文。那毛主席在的时候有几次大的改变嘛？一个文字简化，第二个提醒普通话，是吧？这也是像秦始皇那样的，也是全国统一的。不统一，那你广东人不讲普通话，你到上海去，上海讲上海话，你永远沟通不了，是吧？普通话是以北京为标准，北京的普通话就比较标准。北京、天津、北方的几个东三几个省，他们讲大部分都是带有普通话。过去毛泽东那个本呢也是比较到位的。文革命期间，红卫兵是红卫兵的衣服，白色的、黑色的、蓝色的、灰色的，其他的颜色就少了。现在的不一样，五颜六色都有。现在穿着方面，过去文革命是不允许穿旗袍的，那时候封自修，说封建参入势力，也修那个刚穿那个旗袍的小小的腰啊，走路一摆一摆啊，那个都是不爱劳动的人穿的，是吧？劳动人民穿不了那个东西，你到农村里去，到田里去还穿旗袍，怎么劳动呢？是吧？毛主席也有很多改革的，因为部队官民一致，不要肩章了，不要肩章了，是吧？就是一个帽徽是五角形，这个领章就是一个红的，代表两面红旗，它就是象征性的。当官的4个口袋，它方便装记录本啊、当笔啊。当兵有2个口袋，上面有2个口袋，下面没有口袋。他改革都是有他的道理。当时是根据当时的生活水平，那个时候生活水平比较低，不能跟工人农民脱离太大了。工人他都蓝衣服、工作服，所以你要穿个西装革领，到那时劳动工人就瞧不起你，你不能跟他打成一片。他都是工作服啊、耐脏啊，是吧？他拆工、爬工、钻工，那都是跟油打交道的，跟那个金属打交道，所以他也耐磨啊。那个衣服都是叫帆布的、厚厚的，都是有原因的。改革开放以后，他乱七八糟的都有，是吧？你看67、68、3年下放的，就叫老三届知识青年，老三届66，不是66、67、68，这三年下放的就统称为老三届。以后就初中、高中，从那时候开始，真正的下放是52年，毛主席就已经发出号召，52年就下放了一批。52年那时候，那是有的是有知识的人呐，思想也不怎么好，再个也没有改造、没有锻炼，加上成本不怎么好，就下放了基层，甚至有的林肯搞垦山，
挖山栽树，就是农垦，农垦就是为夫操田，为垦夫，或者是边边角角就改造成良田，中间挖几根道，水池、水沟全部人田化，那时候就开始搞。62年58年消防了一次，62年消防了一次，62年消防很多是工厂，苏联把专家撤走了，工厂全部倒闭了，那工人就也下岗到农村去，有的到工厂去，就这样。那时候不是全部是知识分子。汪大病实现以后，68年、69年、70年我记得清楚，有五七大村，就是那是汪大病当中思想还没有完全解放的，思想不通的，这个经过领导层层审批，这个人不行，还继续改造，就送了五七干校去劳动。这有的是谁对毛主席很有意见，也有的是有文化的，就是受冲击以后，他就产生了逆反心理，都归功了毛主席，好像是他政策不好，所以有一部分右派分子邓小平跟他恢复解放了，就落实政策解放出来，本来有问题，也不是千篇一律的，有的确实有问题，但是邓小平上来以后一刀切，全部就解决了。这种人肯定感谢邓小平，他有的原来是科技，原来是刺激，原来是经济，都消化了劳动，他落实政策以后全部上来，又恢复原职，我都不跟饿狼一样的，他辛苦了几十年，那出来的拼命搞钱了，自私了，他是脱离很多东西，脱离了党的纪律，所以腐败这也是一个方面。因为毛泽东他讲得很清楚，在阶级社会中，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，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烙印。你是有钱人，他就成了富人，他就成了资本家、工商业。原来有工商业地主，有资本家，有小农经济，有地主，有富农，有中农，有富而中农，各是分得很清，分得很。毛泽东他治国的方略是相当厉害的，他放了一个看到5%，我们要团结95%以上的干部，团结95%以上的群众。他有5%的不听话的，有的是阶级成分不好的，国民党的这个为国民党的军统啊，有的是在部队团长的，连长、团长、营长，一般的是连长以上，基本上都要管制起来，不允许你乱说乱动，因为你让你乱说乱动，他的偏下中农，他就管不住他。他有文化，他管不住他，所以他要接受群众的教育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要接受改造，大家几年评一次，这个人现在可以思想改造好，叫做新人改造为新人，新旧的新，就是给你改造也，毛主席也提出了，周总理也提出了，唯成分又不唯成分，重在政治表现，你表现好。你也不计较你是地主富农，你也可以入党，但是你的要求就要高好多，你要求的积极的程度就比别人要求要强一些、高一些。他这个人是层次不一样，他不是一般的人，他是皇帝，所以中央作为统一阵线把他统治过来。那位上海的最大资本家，现在来讲也是富豪了，最有钱的人了，永义人，他就。毛主席就跟他就说是开明人士，就没有罚他一个资本家。农村也有开明地主，他主动的把田地交出来，自己剥削平的钱也退出来。以后一搞认同的，因为有的人也得罪人，地主也得罪人的，现在的单位也得罪人一样的。他一搞认同得罪人的人呢，市场各自先乱，那么他的人家就盯上他，我在你家里打长工，现在叫打工做苦力，你对我相当好，我就好喜欢你。哪个运动我也不听你的意见，也不逗你，但是你也很刻薄，动不动的惩罚人，罚款、扣工资，或者是动用酷刑，好比那个过去广西的叫莫法人莫老爷，四川的刘文彩，还有奔跑女里面的方世仁，这都是那都是国家当成反面人物宣传的最坏的地主。有的地主他家里有武装，现在来讲资本家有保镖，有
有特警，过去叫自警队，自卫队是那是红福持卫队里面叫自卫队，自己保护自己的这个队伍，贺龙组织起来的，知道吧？那是勤业部队嘛。贺龙是将军的师大元帅之一，蒲伟红福持卫队啊，红福水浪打浪唱那个歌啊，有山上的九山叫山上的土匪，有府里面也有府里面土匪恶霸。他当时的起义的把这是地主富农啊，需要的把他统治地方全部给他组织起来参加革命。地主剥削穷人，他就要逗他戴高帽子，挂个牌子，打到某某某地址。那是我那边以后发挥一部分。50几年土改的时候，全部是这样的。那地址在城上到处游行，戴帽子游行，打到某某某大陆。那时候人家都高兴了。那现在也是这样的，那个领导揪出来了，那是托付受贿的。现在是老百姓接受不了，他法律这样就把他抓了，送到牢里去。其实要是要交给村政啊，有很多地址啊，他是过不了关的，是吧？毛主席他只令这个阶级，令穷人，令农民占农村人口90%这个力量，他就是组织他们起来造反。越操他越有劲，你地主越压迫他，他就越反抗。所以毛主席的著名的就是哪里有压迫，哪里有反抗。他令这个矛盾团结穷苦的人，越穷越苦，过去压迫的越厉害，他反抗精神越强。你现在也是这样，有的人他不知足，有的人认为他当了老板了不起，这太过分了，克扣存证啊，打骂存证啊，动不动就开除啊，有的工人受不了了，所以有的出现暴力行为啊。那我听到有一年提切尔是哪一个工头对工人管理局，他就把他杀掉。他这也是反抗嘛，是吧？他现在是国家有法律管的，过去有什么法律，是吧？他以后呢，他有个66年、67年、68年，这3年下放的，就跟老三届，以后下放的就新三届，下放几年以后呢，把这个政策就收回了，尤其是到了76年毛主席去世以后，基本上没有下放了，知道吧？下放的这里面的有人呢，思想好的也有，像孙运民这种算是拔尖的，但是也有很多思想不同的，比较反动的，他是专门攻击共产党，专门说社会不好，这时候也起了一些反作用，尤其是对改革开放也是推波助澜，都是风气搞坏了。有的人呢，他吃了苦啊，回去想享受当中他不注意自己的分寸，没有自控能力，他是吃喝玩乐什么都来，因为政府组织上不管他，他是有本事的现在最后这个都是农村过去说了，出头锅子先烂的。你搞政治也是这样，搞经济也是这样，搞文化也是这样，你太出头了是容易出问题的。你没有那么个软件，你没有自控能力，你是很难把握自己的，大浪淘沙，是吧？你做生意也有人发财，有人就倒霉，有人就赔本，一个道理，很难培养。我觉得刘少奇从30几年的培养应该是可以吧，但是到了60年以后，他跟毛泽东都不统一了。毛泽东要搞集体，他在搞个体，他在搞分田到户，三自一包4大自由，他在搞这。毛泽东很有火，以后我们想搞国大命令，想把林彪收起来，军队里面搞个接班人，这个林彪他也控制不了，他为了毛主席不肯设国家主席，他是想设国家主席，毛主席不同意呢，他老婆都在后面供文说，好像毛主席对他过意不去，要他跟毛主席分庭抗礼。林彪呢就组织海陆空3军，他是想政变，想把毛主席搞掉，所以毛主席这个接班人都难搞。以后郭台铭成功了，想搞王洪文，应该也是相当有开拓精神的了。他把陈仁贵搞做副总理，陈仁贵是一个农民也没有文化，上来的时候还是大概几公分，中央只补他几十块钱，补他一点生活费。吴桂贤在工厂当工人，搞了副总理，他是纺织工人，他要管工业，他也想了很多办法，
像利用红军、长征、抗日这些人，有的素质低，有的人呢，红军里面的老同志又不卖账，所以他选这帮人相当难选。你是叫你去搞，他也下面人不卖账，你没办法。人家王洪文，这个王洪文上来以后，他就是会议接见了红卫，接见外国元首，也接见了20多次。毛主席想培养他，结果呢，开常委会，通知朱雷开会，朱雷一到那个开会的地方，棍子在地上咚，你通知我开会，你这天有多高啊，地有多厚啊？他是根本不卖账，这是很难。其实周总理意识到理解毛泽东，但周总理也有一种豁死脑，他有一点老好人，他保护了很多亡大命的人，是吧？所以对周总理老同志对他要威望要崇高一些。对毛主席他是一把手，很多问题他要表态的，是吧？他有的当官的确实也不行，也有一些吃喝玩乐、风姿秀质也有。另外的，还有叶剑英，他已经结婚的是6个老婆，最小的老婆是17岁，他同父异母的小孩，人家说上百个很大，但是他生活作风，毛主席是看不惯他的，是吧？这当了副主席以后又免掉换李德山，李德山以后呢又换了陈水莲，到了陈水莲，邓小平不会拜他这样，是吧？你过去你是兵团的团长，那人家是大区的司令，慢你战，所以这个搞接班人很难，改朝换代是很难。毛泽东也想改朝换代，他搞亡大命，我的理解，他就想改朝换代，知道吗？这老同志想不通，权力在老同志手上，他变不过来。不变就像金日成、金正日、金正恩，他这个世袭制，叫世袭制，世袭制他是变不了，是吧？他在他这个手上变谁变，他自然会被他父亲搞得更好，是这样的。再有他的法律规定了，他放在宪法里面，他不会推翻他爷爷父亲制定的法律，他不会推翻。你这个就不行了，你民主制度，你是一党执政，谁听你的？你有权，你有本事管人家，人家服你的气；管不住人家，人家不卖你的账。就像你医院也是，一样，你医院院长，你管事，他是要有本事管事的，他要前置医师，他不管哪一行都懂，他又管得住人头，人家说他那在听院长的话，不听话几下子，那老子还要有本事。你说你做医师，你说你做专家，你要有各个科目都要懂，而且还有做出个贡献，做出个成绩来了。你说你在呼吸道口，他有几个创造发明，或者解决几个重大疑难病症，一下红火起来，他就这一块他管得住了。那其他科室的外科呢，是不是还妇科呢、儿科呢，还多得很。这个国家跟社会是一样的，是跟地方的专业部门是一样的。毛主席那个时候说要培养千万个领袖人物，领袖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群人，就大家都佩服你。有很多是这样的，你做一辈子好事，没有人认为你是好人。就是现在的毛泽东是人民推举他，到处信任他，他才有这个结果。因为邓小平没人说他，现在是很少人说邓小平了。那改革开放时，天天是总设计师啊，改革开放的指路人啊，他放个屁都是香的。现在没人说，一个道理，因为他进不了宫，他搞的事，他不是为公，是为私。为啥2个儿子都跑到美国去？人家说你再伟大，你这个儿子不争气，你也不伟大，是不是？而且是你儿子受你的影响，都是搞钱，人家是这样认识的，是吧？他是整个家族利益啊。他毛泽东那里，他是明白的，他死了还是一件衣服补丁加补丁穿几10个洞，哪有这样的方便，是吧？没有的，很难，就是要自控能力。他说你要管女的，管几万个也有，是不是？他是控制得住。你说他要逃案，那很容易啊。那人手有几个是好的？你访问我，我访问你，你送我的礼，我送你的礼，互相吹捧，都是这样搞。他都不这样的。你送给我东西，不管送什么，我交给国家，这是国家的用务，他不认为是自己的用务。他做得到，你邓小平做不到。毛泽东整天喝茶都要出钱，人民大会堂做报告喝茶叶，他都要在他工资里面减掉扣掉。你邓小平天天喝，你邓小平天天没有茅台不上桌。邓小平连到南昌劳改的，他在改造的时候，
都有红毛苔，那家里都有金毛苔给他，抽烟都抽大中华，抽了腐化的那个泻药，他的思想就不一样，他都没有毛泽东的思想。现在的看以后啊，看他的后代有没有这个本事笼络人心，让全国人都拥护他，他要提出改革的思路，符合大家利益，那可以搞得起来，那就第4了，他等于第40了，到了毛泽东是第40代了，是吧？这是我举个例子说，是吧？他还要受环境的变化，周围的社会压力、为人啊各方面很多很难做人的了。你像一个人要做一辈子好人，可能很难的，是吧？不可能的。你说蒋介石、毛泽东不去打他，他自动退出历史舞台，自动的去当老百姓了，不可能的事了，是吧？他走了台湾之后还要反攻大陆，他还想回来，是吧？你要去问别人，别人在里面的时候，这个人是很好的人了，所以他都是对我的一个评价。如果一个是这样的，有千千万万人都是我好，那说明我就可以向那个好人的靠拢。要是当了领导，那是个好领导；是国家元首，又是个好领袖。他是有这个层次慢慢的提的。毛主席他去世了40多年，人家还留念他，他是把他日常所有的最立起来的事例证明他没有私心，他做事是公平合理的，他不带私心的，他不贪不正的，人家说他是好，是不是？那打仗别人带着去打的，有的时候赢，也有时候失败，也有时候搞得前人覆没，但是他带的兵呢，胜的多，败的少，就跟我们打麻将是一样，打麻将赢的多，输的少，这个就是厉害，是不是？就是你想做的四平八稳很难的，是吧？反正是始终把握一条，不管做什么事，要有自控能力，不能越轨。这个1天2天可以做得到，但时间长很难做得到。这个要有毅力，他没有这个精力，没有这个实践，没有当时那种环境，他想不出来，他不知道是对是错。原来都是我那边怎么搞得乱糟糟的，搞得错了，时间浩劫，像土匪一样的。其实并不是那回事，尤其是教育领域，教师教授那一批人对文化大革命很恨的，他冲击最厉害。教育知识分子呢，他对他的冲击特别厉害，所以老师啊，那教授啊，对文化大革命很有火，尤其是受了整的，尤其受了影的，对。为什么叫臭老九？这臭老九是吧？我说自从53的时候，有个老九不能走啊，这是隐喻的。但是杨子荣打入到这个土匪的内部去了，是吧？所以我讲给你听，就这么回事。他学生调老师有的老师有水平有素质，他不轻易的去挖苦学生；有的老师是甚至对他人格有影响，所以他恨老师。他对老师调的厉害，他不是不尊重。有的学生对老师也很客气，他毕业了以后发了财，他回来请老师吃饭，他也有人很好的，但是老师也有的老师是有素质的，也有的老师没有素质，讲蛮讲狠。你看一个学生对我跟我作对，我要整死你，我也该打就打你，该骂你就骂你。有的老师也做过分，是吧？不是他有的是第一接触人，因为国民党的团长、营长，他杀人杀得多，整人整得多，他要整人都是用武力整，你没有什么反抗的余地，要整死你整死你。所以共产党翻身了以后，那是穷人呢，对他恨得要死，所以谁到他，谁强迫他，都高兴得不得了，因为他做的过头了，是吧？一个道理，莫拉命也是一种演习，对人的思想一种演习，政治上的一种分流。他是通过这种来区分哪些是社会主义，哪些是资本主义，让群众掌握社会主义尺寸。现在很多人在微信里面搞的，都是60、70岁的人写出来的东西，都是他们站在毛泽东一边的。他要站在邓小平一边，他绝对不会选毛泽东好，他会选毛泽东怎么办？所以过去国民党为什么垮得那么厉害呢？地主富农他带共产党打了辫子，他地主富农是跟着国民党搞啊，那是军阀呀，都是维护国民党的，所以他是走到一起去了。共产党是跟穷人走到一起，两个阶级嘛，这是。毛泽东是总结的叫阶级斗争，他阶级斗争他是实时讲、热热讲、天天讲，他不是像邓小平说把阶级斗争取消还是有阶级斗争。你同
总务腐化的，那是领导他就是一个建议，跟老百姓不是一个建议。